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的隐形顶流困局，当数据爆炸遭遇大众认知之后，诚意凭借莲花楼85亿播放量登顶巅峰，却总让人觉得差了点什么。明明代言了23个品牌，还创造了某品牌24小时销售额7000万的惊人纪录，但却被粉丝吐槽为追星如考古，物料靠路透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一个有作品、有数据的明星，始终给人缺乏顶流感的印象？一、数据爆炸，但人气为何始终不旺？诚意的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数据上去了，热度却始终跟不上。他的莲花楼并非没有影响力，然而这种影响力的传播方式却颇为特别剧火了，却没能让它火起来。例如，相较于肖战、玉骨遥日均17次热搜霸榜的盛况，莲花楼更像是默默的霸占播放榜单，甚至完结半年后，日均播放量仍能保持500万。这个长尾效应使得剧集持续受欢迎，但却未能让诚意在粉丝心中形成刷屏式的存在感。更有趣的是，诚意接下了众多顶级代言，但每年公开露面的机会屈指可数。综艺节目拒绝邀约，像《奔跑吧王牌对王牌》这种顶流节目他也无兴趣。诚意的选择是每年300天都在剧组，投入全部精力去琢磨角色，而不是经营流量。这样的反流量生存模式，让他的粉丝常常陷入无粮可吃的窘境。二、高质量粉丝群成了隐形天花板。仔细观察诚意的粉丝群体，可能会惊讶于其特殊性。38%的粉丝是30岁以上的职场人士，27%拥有硕士学历。虽然这些数据看似惊艳，但也暴露了一个问题：这类粉丝理性消费，但却不擅长打榜。他们乐意为诚意与非遗合作的7000元龙泉剑买单，但很少参与微博超话签到、群体刷数据等活动。正因为如此，诚意的网络热度往往远低于同行。再者，诚意的去人设化策略使得他丢失了部分大众的记忆点，比如他更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健身日志、读书笔记，而不是打造男友或学霸这样的热门标签。即便《琉璃》已经播出3年，很多观众依然记得雨丝凤，却忘记了诚意这个名字。三、背后深层问题：流量与真实的矛盾。诚意为何会陷入隐形顶流的困境？这并非他的个人问题，而是整个娱乐行业评价体系的错乱。一、短爆快的流量标准。传统的娱乐评估标准更青睐综艺片段、红毯亮相、CP 互动等快餐内容，而诚意的作品往往需要时间来沉淀。比如，他在《沉香如屑》中的演技细节，可能需要观众多次回味，但这种深度内容并未得到算法的青睐。二、舆论话语权的代际差异。娱乐营销大多由85后操盘，这些人更看重热搜、粉丝活跃度，却无法理解 Z 世代为何会对诚意在英雄志中的现实感表演产生共鸣。因此，诚意常常成为物观美颜这类无聊花边新闻的主角。三、长线布局与资本的短视。诚意与非遗合作的 AR 剧场需要3年的时间来培养，而资本却更青睐立竿见影的即刻变现模式。例如，一些剧集一播出便带货3亿，这种时间差让诚意的商业价值被低估，也加剧了平淡无奇的错觉。四、如何打破困境？诚意或许有些特别的招数。尽管陷入了流量焦虑的困境，诚意的团队显然在用一些创新手段寻找突破。一、建立新的衡量标准，例如爱奇艺试点的长尾价值指数，把剧集完结后的衍生内容也纳入评估体系。
在这种模式下，莲花楼的整体价值提升了217%，证明了深度内容的持久性。2、高端化破圈，学术化辐射大众。他的团队已与中国戏曲学院合作，尝试将琉璃中的微表情表演纳入教材。这种学术影视的形式或许能突破圈层壁垒，构建新的流量认知。3、打造沉浸式流量入口。诚意的李莲花虚拟对酌 R 项目正在重构流量生成的路径，例如，你可以在绍兴沈园与李莲花一起喝酒。这种文旅 IP 的深度绑定，既能增强粉丝的粘性，也为诚意创造了更多文化价值的流量基础。5、真正的顶流是流量与价值的融合体。诚意的流量感不足，实际上是他选择了一条与时代主流不同的路。他没有用数据泡沫来包装自己，而是通过作品一步步积累观众的认同。当某天英雄志中的球衣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，演技拓扑学成为高校课程，我们或许才能意识到，真正的顶流并非短暂的狂欢，而是能留下文化基因的传承者。诚意的低调，也许正是为未来娱乐圈的更健康生态带来的一道闪电。